安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张麒麟，马上先带您来看到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致力终结日本的通缩梦魇。华尔街日报访查33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意见，给黑田的评价高于安倍。清明节时期，有不少香港和澳门民众前往中国广东省祖籍扫墓，但曾参与去年雨伞运动的泛民主派人士和学生，却遭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入境。美国加州缺水已经严重到不但不能浇草坪，甚至不能长时间洗澡，否则每天将罚款$500，约台币15703元。法国政府官员表示，法国特种部队5号在西非马利共和国成功救出一名在2011年遭到极端分子绑架的荷兰籍人质。午报头条带您看到，国防部今天公布阿帕契案件最新惩处名单，案件当事人六栋幺旅中校老乃成累计2大过，另外旅长简聪渊也曾经带亲友参观机棚，被处3小过调职。由于事件延烧，刚刚国防部长高广齐也现身记者会向国人道歉。本人身为国防部部长，深感痛心，也要对国人表达最大的歉意。针对陆军航空六栋幺旅违反内部管理的一个案子，本人已责由本部督察长政战局政风室编成了专案小组，并由军备副部长刘正武上将负责深入调查，厘清相关的疑点。阿帕契军纪案这次有超过20人受到惩处，而六栋幺旅军官参观阿帕契不是第一次，案情严重，持续调查当中，不排除还有下一波惩处名单。阿帕契军纪案持续延烧，尽管国防部说目前美方并没有表示意见，但还是引起立委关注。民进党籍立委管碧玲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甚至建议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回去写辞呈。多年来，连松山机场都是要塞管制的范围，你们到今天还在骗，说全国的军用机场没有任何一个是要塞。那个部长要下台啦，我刚刚问你啊，有纳入啊？你们还想要用假资料给检察官啊？回去辞职了。来下去，我希望你去写辞呈哈。造价7亿的阿帕契，尽管国军航特部称不是机密，不是要塞，不过毛治国今天说阿帕契事件是严重的军纪违规事件，一定要予以严惩。接着带您看到台湾前东帝士集团总裁陈由豪旗下的中国漳州古雷 PX 石化厂，昨天晚间在接近7点的时候，突然发生强烈爆炸。当地媒体称，强烈震感持续5秒，一海之隔约3公里多外的东山也有震感，至少有14人受伤。陈由豪集团砸将近700亿台币，但建厂不到2年时间，再一次发生爆炸。2013年7月也发生过爆炸意外，遭居民强烈反弹。这次强烈爆炸也引起包括 BBC 等外媒关注。陈由豪在中国大陆的石化厂昨天晚上爆炸。民国92年，他曾经被列为10大通缉犯，不过通缉时效将在明年到期，引发立委质疑。眼睁睁的看着富豪特权吃香喝辣，躲过通缉，追溯期限。我们觉得这个国家让人民失望到了极点。陈由豪一直没有办法要求中国大陆遣返回来台湾，是两岸司法互助的最大的讽刺，也显示说权贵的话呢，那有关系就会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第4条明文规定，经济罪犯是我们强调要优先遣返的项目。在两岸司法互助
立委批中共掩护台湾通缉犯，现在陈友豪拥有中国身份证，还成为官方的缴税大户，但在台湾留下新台币600亿元的债务，却要全民买单。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市场怀疑伊朗与各强国上周达成的核子协议是否即将使原油供应量增加。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来到每桶52.14美元。北京湘鄂集团的深圳 A 股公司中科云网7号将有一笔本息达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2亿台币的债项到期，若未能偿还，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出现违约的上市企业。台湾人寿招亲案8号举行价格标，有高度兴趣的兆丰金因为作业来不及，市场预料出价竞标的金控家数可能不如预期。印度电子商务市场逐渐起飞，成立7年的 Flipkart 今年挤入创投业界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俱乐部。2位创办人过去是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工程师。2014年 Flipkart 公司市值突破100亿美元。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明天桃竹新北地区的民众就要启动民生限水了。稍早，新北市长朱立伦说，希望民众和学校能达到5%的节水目标。我们所有的各个机关希望达到15%的目标，那所有的民众跟学校希望5%，所以明天所有的供水点我也会去特别注意，也会去视察，希望我们每一个供水点能够做好准备工作。那也希望在复水的时候，就是2天停水和复水的时候，尽快能够在管线末端能够达到复水的一个效率。朱立伦说，接下来新北市的泼水节不会取消，但会在节水的情况下举办。接下来这则消息要提醒年满65岁的民众要记得提领国民年金，因为国民年金保险上路6年多，但劳保局近日分析发现，有3万多人已经年满65岁了，却没有申请给付，其中大约70%虽然有欠费，但是缴清保费之后就可以按月请领年金，直到死亡。若超过时效没有请领，估计个人损失总金额将达到86万元以上。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大陆四川、江西、湖南、湖北等多地近日来发生冰雹、狂风及暴雨天气，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十万人受灾。西亚政府承诺，礼拜4将如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偿还约4.5亿欧元的纾困贷款，并进行深度改革。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午间新闻。喝到好水，你的身体会知道。瓦后拉，遵循大自然，以3态循环还原水的本质。水分子高速撞击，活化水体结构，专利制成，分离污染物质，真正能让细胞吸收的小分子水体。瓦后拉水和乐，乐你细胞的水。首部荣获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儿童节目金奖，新唐人原创动画《天庭小子小乾坤》，专为现代孩子定做的戏剧故事，巧妙融入《弟子规》原文与意涵，孝顺、友爱、负责、诚信，经典智慧灵活应用在生活中，陪伴小朋友快乐成长。活泼趣味开心看，潜移默化轻松学。天庭小子小乾坤，今年夏天全球首播，敬请期待。开心走向新世界。
Roast 烧烤万用炉，全球独创自动烧烤，各种食材皆可烧烤，全鸡、腰果也难不倒，360度自动旋转，荣获多国专利。304不锈钢精工打造，安全、无毒、耐用、携带方便，轻松搭起友谊桥梁。韩国 Anchor Roast。欢迎回来。近日来，大陆四川、江西、湖南、湖北等多地发生冰雹、狂风及暴雨天气。在四川的武胜县，因为暴雨、大风加上冰雹，导致7人死亡，37人受伤。江西狂风、冰雹也造成了26万人受灾，有3人遭雷击死亡。湖南则是连日来暴雨、冰雹齐降，造成严重水灾。另外，在湖北武汉暴雨如注，共发生闪电1943次。多路段积水严重。镜头转到香港，在天安门事件39周年的清明节早上，香港支联会举行清明节献花活动。支联会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并陈列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迫害、89民运和6·4屠杀事件，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民主运动的展板，透过献花表达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奋战不息的决心。大陆联想因为在出售的电脑当中预装了间谍软件 Superfish， 在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被集体诉讼。根据了解 ，Superfish 会秘密监控、窃听以及传输用户信息，甚至私密的资料如密码、银行账号以及密码等都会被害。去年9月，爱荷华州州立大学20岁中国女生邵彤遇害，男友李向南作为嫌犯被美国警方通缉。李向南在案发后匆匆飞回中国，再无踪影。邵彤父亲呼吁中美警方联手追缉凶手。随着中国廉价优势逐渐消失，众多外资企业纷纷撤离。4月1号，日资零售企业华堂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右安门华堂商场。昨天是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清明节，许多港人顶着烈日上山祭祖扫墓。由于天气干燥大风，有扫墓者遗下火种，引发全日151宗山火，所幸无人受伤。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国际财经焦点：希腊政府承诺，礼拜4将如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偿还约4.5亿欧元的纾困贷款，并进行深度改革。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会晤后表示，希腊有意履行义务，并将落实深入的改革，同时寻求提高与债权人的协商效率。Η ελληνική κυβέρνηση πάντοτε εκπληρώνει τις υποχρεώσεις της απέναντ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δανειστές και αυτό σκοπεύει να κάνει στο διηνεκές. 瓦鲁法基斯对希腊财经日报表示，他盼望希腊与债权国的谈判在24号召开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能达成初步协议。希腊政府上周提出了新的改革清单，重申将加强税务改革。据路透社报道，希腊政府希望改革方案通过后能启动救援计划余下的72亿欧元援助，并促使欧洲央行返还持有希腊债券获得的19亿欧元收益，但尚未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债权人的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他对于希腊已承诺将会在周4偿还债务表示欢迎，也认为这符合希腊的最佳利益。希腊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欧盟希望通过纾困计划助希腊度过危机，继续留在欧元区，但希腊提出的几个改革方案都不能让债权人满意。瓦鲁法基斯周一还将会见美国财政官员，寻求美国方面的支持。新唐人记者曹晶综合报道。春假强档电影《玩命关头7》一上映就票房火爆，带动周末的北美票房比前一周提振了45.5%，总收入达到2.18亿美元。《速度与激情7》排名第1，周末总票房1亿4300万美元，不仅遥遥领先上一部《速度与激情》
6上映时9737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成绩，周末3天吸金1.43亿美元，也成为北美影史首周末票房的第9名电影，是2013年12月以来上映的电影中最好的开画周末成绩。除了票房出色，也迎来好口碑。影评认为剧情整体刺激惊险，不会让影迷失望。保罗沃克的绝唱更让大批影迷带着不舍走进剧院。《速度与激情7》主要网站影评评分67%，Cinema Score 观众评分是 A。 What is happening to my body? 疯狂外星人排名第2，周末总票房2740万美元。上映第2周，全球票房目前累计已7900多万美元。 Keys, please. Hey guys, I want to fight you. 日前教育排名第3，周末总票房1292万美元。上映第2周，全球票房目前累计6730万美元。灰姑娘排名第4，周末总票房1028万美元。上映第4周，全球票房目前累计3亿9700多万美元。2反派者排名第5，周末总票房1000万美元。上映第3周，全球票房目前累计超过2亿2000多万美元。金团记者苏香兰，好莱坞报道。在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最新公布的一段录影画面中，以大锤及攻击步枪大肆破坏伊拉克北部古城哈特拉一处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地点的古代手工艺品，还扬言继续破坏伊拉克的千年历史。Google 正与香港企业合记黄埔洽谈，希望允许美国民众在海外时能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不需额外增加费用。Google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管用户身在何方，通电话、传简讯及上网成本都一样的全球网络。上周末，西甲联赛进行了29轮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9比1大胜格拉纳达，取得了自1967年9月以来在联赛中的最大胜利，其中 C 罗一人独进5球。英国王位第4位继承人哈利王子抵达澳洲雪梨，开始在澳大利亚国防军中为期4周的培训。这是哈利结束10年军旅生涯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5号下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演出再度票房满座，一票难求。神韵出神入化的中国古典舞演出，让淡水艺术舞蹈团团长刘文君深受感动。他说，神韵舞蹈给人一种非常纯净的感动，意境非常高。神韵能做到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我在舞蹈界来讲，我觉得这是不是一般团体能做出来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竖起了大拇指。已经是第3次看神韵演出的舞蹈团长刘文君，今年和女儿还有舞蹈班的学生及家长一起来感受神韵艺术盛宴。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表演到整个音乐，还有整个空间艺术，还有做到整个就是3D 立体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力量是非常，意境是非常高的，对，就是神韵的真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有学生跟我说，老师那些动作我都你都教过啊，可是我跳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啊，很吃力啊，为什么他们每个人跳起来都是这么的轻盈，然后这么的轻松，然后整个让人家好像整个是意境飘在整个在空中的，像每个都像仙女，每个像那个真的武力盖世的非常厉害的舞者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意境非常的高。刘文君说，他感受到舞蹈演员的内心是非常干净的，所以跳出来的舞能给人一种非常纯净的感动。我刚才就是看到那个真善人部分有一点被感动到，对，就是掉眼泪，因为我觉得善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每一条舞跟每个故事里面的结合，让我觉得，就一般的舞者可能在台湾的体系上是没有教导到这部分，所以我觉得心的干净是非常重要，在舞蹈方面的那种意境上是，就是非常
非常重要了。对啊，就是新的干净，所以我觉得这是唯有在神育体系里面的孩子们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对。刘文君说，他要以神韵为榜样，不仅要教武艺，还要注重修为，也推荐有学武道的人一辈子一定要看过一次神韵。新唐人亚太电视卢天长、林玉、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纪念郑南榕。台中市昨天宣布，把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希望民众珍惜先人努力争取的民主自由。台北101前广场使用要申请吗？台北市长柯文哲说，符合自由友善原则就好。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午间新闻。喝到好水，你的身体会知道。瓦后啦，遵循大自然，以三态循环还原水的本质。水分子高速撞击，活化水体结构。专利制成，分离污染物质，真正能让细胞吸收的小分子水体。瓦后啦，水和乐，乐你细胞的水。灵山圣地，落叶归根，慎终追远，孝思无限。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位居南投名间的名山净水，交通便利，是龙虎卧户的风水宝地。拥抱自然美景，吸取灵山地气，致敬先贤长者，必因后世子孙。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1、2、3，快、稳、准。诚信科技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目前，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生产此定位夹具，唯有诚信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台湾之光夹具首选诚信科技。从小小的万花筒能演化出什么样的大千世界呢？人们创造的各种物品和活动，大自然孕育无尽的生命和现象，带给你我层出不穷的奇妙世界。想知道环球正在发生的奇闻趣事吗？想激荡出更多的创意点子吗？世界无奇不有，就在大千世界 Amazing World。每周日晚上8点半，雨萍带您看世界。欢迎回来。党外杂志创办人郑南榕在戒严时期以自焚争取言论自由，今天届满26周年。台中市昨天宣布，把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希望民众珍惜先人努力争取的民主自由。包括高雄市、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屏东县等，也都把这天定为言论自由日。今天是言论自由日，而持续发酵的议题是，有媒体报道，101大楼表示，正拟研议草案，规定每个团体使用101前公共空间时都必须申请。民意代表及多位学者都认为，这个做法有违宪之嫌。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做出回应。我是交代官船局长说，那个101前面应该总要一个办法，会不希望说那里变成那种抗议啊、吵架的地方 ，OK。那后来查过，那101广场是属于101大楼的，它不是，也不完全是市政府的地的，所以变成101是有权利定一些管理规则，但是我认为啦，政府还是可以
干预的哈，所以我会希望说，那101广场的使用哦，最起码要符合自由嘛哈，多元嘛，友善，你知道。今天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100日后第一次市政会议。会后记者会上被问到101前广场的使用将改为申请制是否合理，台北市长柯文哲说，由于101的草案尚未出炉，已经请观传局以101协调办法。不过他认为广场使用必须维持自由、友善、多元的原则。接着带你来看到4月7号的天气预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午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再会。